朋友传来一张苏东坡的画像，问我：你看他一生颠沛流离，饱受恶意攻讦，为何眼神却总是那般清澈，甚至带着一丝天真的笑意？我盯着那张脸看了许久，想起了发生在公元1079年的那桩乌台诗案。那一年，苏东坡42岁，正值盛年。他从密州调任徐州，又从徐州调任湖州，一路走来，政绩斐然，闻名满天下。他写的诗词像长了翅膀的鸟，从江南的酒楼飞到塞北的营帐。然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他的才华成了射向他的一支支暗箭。那些在朝堂上失意的政敌，像潜伏在阴暗角落的猎狗，日夜翻阅他的诗文，逐字逐句地寻找可以置他于死地的证据。他们说他包藏祸心，诽谤朝廷。一顶大帽子扣下来，不由分说。那年7月，新上任湖州知州还不到3个月的苏东坡，在一个清晨被一队凶神恶煞的官差从被窝里抓走，锁链加身，长途押解，从江南的秀丽山水一路奔向京城汴梁那座冰冷肃杀的御史台监狱，俗称乌台。100多个日夜的牢狱之灾，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昔日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，往日的荣光成了催命的符咒。审讯官员轮番上阵，用他的诗句作为刑具，反复拷问，折磨他的精神。辇前才子走红尘，路旁观者皆叹息。你这是讽刺皇上身边没人才吗？读书万卷不读律，治君尧舜之无数。你这是公然抱怨皇上不给你升官吗？每一个字都被扭曲成恶毒的匕首，刺向他的心脏。他百口莫辩，唯有以泪洗面，甚至写下绝命诗，准备与家人诀别。这就是典型的来自世界的微妙的恶意的极致形态。它包装在为你好，为朝廷好的宏大叙事里，却行着最阴损的构陷之事。幸运的是，当时的皇帝还算清明，加上朝中尚有正直之士为他奔走，苏东坡最终逃过一死，被贬吟黄州，一个当时鸟不生蛋的蛮荒之地。从天堂到地狱不过100日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位旷世奇才经此一劫，必定心如死灰，再也写不出风华绝代的诗句了。然而他们都错了。在黄州，苏东坡脱下了文人的长袍，穿上了农夫的短褂。他亲自开垦城东的一片坡地，种麦插秧，自号东坡居士。他酿酒做饭，发明了流传千古的东坡肉。他不再是那个朝堂上意气风发的苏学士，而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。当那些恶意再次像潮水般涌来，当远方的政敌依然在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时，他只是淡淡一笑。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写下那首著名的《定风波》：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斜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你看，这就是苏东坡给出的答案。面对世界的恶意，他没有选择用同样的恶意去回击，也没有选择委曲求全，逆来顺受。他选择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，那是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气度。这种气度不是让你压抑自己的感受，不是让你对着欺负你的人强颜欢笑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种我看到了你的恶意，但我选择不被你定义的强大自信。它是一种我知道你在试图激怒我，但我偏不生气的沉稳与从容。这种气度才是对抗那些微妙恶意最锋利的武器。让我们回到现实，我们大多数人虽然不会经历苏东坡那样惊心动魄的政治迫害，但生活中那些微妙的恶意却像空气中的微尘，无孔不入，时常让我们窒息。比如你熬夜做了一份精彩的方案，领导看后嘴角一撇，说：没想到你也能做到这个程度啊。
那语气里的轻蔑，比直接批评你做得烂还要伤人。比如你在会议上分享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，同事轻飘飘地来一句：“他说的这些，其实挺简单的，没那么复杂。”一句话就把你的所有努力贬得一文不值。再比如，你攒了很久的钱，买了一件心仪已久的大衣，开心地发在朋友圈，总有那么一两个朋友会跑来评论：“有点显胖哦”，或者“这颜色不适合你吧”。这些话单独拎出来，似乎都没到撕破脸的程度。你若较真，对方还会笑你开不起玩笑，太敏感。但那种被冒犯、被贬低的感觉却是真实存在的，它像一根细小的鱼刺，卡在你的喉咙里，吞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让你久久不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些微妙恶意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共同的动机：权力控制。在《权力的48条法则》一书中，作者罗伯特·格林写道，一些人会通过施加微妙的恶意来达到控制别人的效果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。释放恶意的人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低成本的心理试探，他用一句看似无心的话，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来测试你的底线。如果你选择了沉默，尴尬的笑笑，或者开始自我怀疑，那么你就输了。对方在你身上成功地确立了心理优势，下一次他可能会用更过分的方式来对待你。这和校园霸凌的底层逻辑如出一辙，先是要1块钱，得逞之后就会要10块、100块。我太太曾经就深受其害，她之前在一家公司做销售，业绩突出，自然成了某些同事的眼中钉。那些微妙的恶意便接踵而至，开会时故意打断他的发言，团建时有意无意地孤立他，甚至向领导打小报告，说他工作时间摸鱼，其实他是去见客户了。一开始他也试图用妥协和退让来换取和平，别人说话难听，他就笑笑不说话；别人抢功，他就想着算了，下次注意。他以为自己的忍让能换来对方的良心发现，但结果是那些恶意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因为在那些人看来，他的忍让就是好欺负的代名词。后来我劝他，面对这种毫无缘由的恶意，唯一的解药就是强硬起来，建立自己的不好惹人设。他是如何做的呢？有一次，一位同事又想故技重施，抢走他正在接待的客户。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默默走开，而是直视着对方，清晰而坚定地说：“这位客户是我先接待的，资料也都在我这里。你这样做不合规矩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会直接向总监汇报。”那同事愣住了，大概是没想到一向温和的他会如此直接。奇妙的是，自从这次翻脸之后，他感觉到的微妙恶意骤然减少。之前那些喜欢说风凉话的同事，见到他甚至会主动点头微笑。你看，世界就是这么现实。别人并不是良心发现了，而是他们意识到那套低成本的权力控制游戏在你这里玩不通了。你用你的强硬划清了边界，也赢得了尊重。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说过，你所抵抗的正是你所成为的。那些热衷于向你释放恶意的人，恰恰是因为你的存在，照见了他们内心的阴暗与脆弱。他们攻击你的点，往往是他们自己最匮乏、最自卑的地方。一个真正内心富足、精神强大的人，永远不会靠贬低别人来寻找存在感。他们懂得欣赏别人的美好，也乐于成人之美。所以，当你在遇到那些阴阳怪气的评价时，请千万不要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潭。同事说你穿得好看是想给谁看？你没必要红着脸解释我就是穿给自己看的，更没必要第二天就换上朴素的旧衣服。你只需要一个微笑，一句谢谢夸奖，我的眼光确实不错，就足以4两拨千斤。此时，你的沉默不是懦弱，你的微笑不是妥协，这是一种内心强大的表现，是一种我懒得跟你计较的气度。
你把评判自己的权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很多善良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相信世界上存在无缘无故的恶意，他们总习惯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？是不是我太张扬了？我是不是得罪他了？在畅销书《创伤与复原》中，作者朱迪斯·赫尔曼发现，许多遭受创伤的人在回忆自己的遭遇时，困惑往往大于愤慨。他们反复追问为什么是我，这种情绪的反刍会让痛苦一次又一次地折磨自己。所以，请务必终止这种病态的思维模式。你要坚信，你很好，错的不是你。我上初二的时候，从农村转学到邻近的省份，因为口音和穿着，我成了班级里一个小团体排挤和欺负的对象。我的饭盒会神秘失踪，课本上会被画满乌龟。一开始我也很痛苦，很困惑，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了那个带头的孩子王。于是我找到一个机会，把他堵在墙角，用尽全身的力气盯着他的眼睛说，我不知道之前是谁干的，但从今天起，我的东西如果再少一样，我第一个找你。我会去告诉老师，告诉校长，我不在乎被你打一顿，但你绝对会被记过处分。我当时心里想的是，大不了就轰轰烈烈地打一架，但打完之后，我依然会去找你。没想到，那个比我高半个头的孩子王，竟然被我吓住了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动我的东西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，和平与尊重从来不是靠忍让换来的，而是靠斗争与实力争取来的。这种斗争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充满戾气、咄咄逼逼的人，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，一种捍卫自己边界不被侵犯的决心。这就是你的气度，你的不好惹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培养这种不好惹的气度呢？首先，要绝对相信你的感受，你的感受就是最准确的答案。当一句话、一个眼神让你感到不舒服时，不要怀疑自己太敏感，大概率是对方确实向你释放了恶意，只是包装的比较微妙。学会建立攻击意识，这个攻击不是指主动伤人，而是指当你的雷达探测到恶意信号时，要敢于竖起防御的盾牌，甚至亮出反击的长矛。比如，在健身房里，一个懂得欣赏的人会真心夸赞你线条真美，很有力量感；而一个想要打压你的人，则可能会说，女孩子练这么壮干嘛？小心嫁不出去。对于前者，你报以微笑；对于后者，你完全可以直接回击，我健身是为了取悦自己，不是为了取悦男人。再说，我嫁不嫁得出去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其次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要敢于表达你的情绪，特别是愤怒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温良恭俭让，要以和为贵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。一个从来不生气的人，在别人眼里不是脾气好，而是没有脾气，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。所以，该正经的时候，该表达不满的时候，该怒目圆睁的时候，请不要用没事，我很好来模糊处理。